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我是马上修马老师。我们今天是讲第14课，有关于发挥家庭最高的潜能。这个课程是来自于真善美讲座高维里牧师他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其中的一小部分叫做理财之道哈。希望这个各位观众能够打电话去购买他这本书，因此我们边上课可以边听边看，因此你会得到很大的收获。我在以前有讲过，我再讲一次，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活了40-50岁，做了很多的积蓄，我们省卫生纸、省这个省计程车，然后坐公车、坐捷运，省这个省那个省电灯，什么都省，到最后呢，省下来这些功劳却因为错误的投资或者是错误的原则而导致一切的亏损。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白活了。 OK， 今天呢这里我们有个经文是箴言31篇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讲到才德的妇人。常常有人说到才德的妇人多么伟大，甚至于弟兄说我要娶太太的话就是要娶这种才德的妇人。但是你知道吗，才德的妇人之所以是才德那是因为她的先生做到他该做的，先生负责任供应家庭所一切的需要，因此到最后呢，他的妻子能够在家里面发挥他最高的潜能。所以弟兄，你要做到你该做的，你的妻子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不要说你自己做违背了原则，你却要你的妻子发挥她的功能，那是不行的。OK， 好，那个箴言14章第1节讲到，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的话亲手拆毁。所以如何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如何让你的妻子发挥到在家庭里面最大的功能，今天这个课程就是给你最大的祝福了在家中这个高维里牧师他推广这个家中在家教育这个一个计划。那个它的好处是使弟兄姐妹的心转向互相，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的心会转向自己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是孩子在家里面是有他的好处。 OK， 就是使他们互相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都是从家里面延伸出来的好，这里神要你的家庭发挥什么样子的功能呢？好，许多人对家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不再拥有神的心意，这个没有拥有神心意中的重要功能，家庭没办法再拥有神心意中的重要功能。当我们在家中重建这些圣经的功能之后，就能够达到理财上面自由的极大的影响。OK，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追求发展小组教会，但是我发现呢，小组里面是仍然有家庭另外一个这个架构。如果家庭的架构是健康的，我们要重视如何建立健康的家庭。一间教会如果强调家庭为中心的话，这个教会将会是非常坚固的教会。 OK， 好，家庭有几个功能，其中第一个就是它是个教导中心。下面这一系列的话语请大家注意一下，非常非常好。 OK， 接纳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他的接纳，他的安全感，他的榜样，他的激励，他的管教，他的医治跟他的生命当中的奖赏，是一个人得以学习的基本因素。当一个人家庭照着圣经来运作的时候，就具备了这些条件。换句话来说，在家中应该要操练被接纳，家中做父母亲的要给你孩子有安全感。 OK， 在家中的话有适当的管教，有一致的这个教导跟奖赏
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有讲到，政府是应该是奖赏行善，惩罚行恶。同时在家里面做父母亲的，你应该要奖赏行善，惩罚行恶。因为孩子在家里面如果没有守家法的话，出来社会就是个败类。 OK， 好，在家中所学习的与生活是有相关的，借着计划中的事情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来学。所以的话，在家里面有很多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出乎意料的，但是你的孩子却在你如何面对家庭的一些事物上面，他们就学习到你的价值观。 OK， 神命令父母亲利用每天这个跟孩子最容易吸收的时间来教导他们。我曾经上过蒙特梭利，你知道我们美国很流行说什么 quality time， 就是那个有品质的这个时间，跟孩子要有好的时间。我觉得有好的时间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一个孩子他如同一个海绵一样，他24小时，只有他醒过来的时候，甚至他在睡觉的时候，他都在吸收。他在吸收，借着味道啊，借着这个光线啊，借着你的对他的排斥或者接纳啊，或者是你家中所发生一些事情的话，他都在学习。所以只有说 quality time 在一起，这个少数品这个时间的话，是非常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爱就是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OK， 他是24小时不停的学习。OK， 一天几分钟是不够的。OK， 当父母亲将教导儿女的责任委托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仅失去了与儿女之间重要的沟通的管道，也放弃了孩子们对那忠心教导他们之人所有的爱慕。换句话说，父母亲教导孩子，孩子就会仰慕，就会尊敬父母亲。父母亲不管他不甩他，他会对你有怨恨苦毒。OK， 你知道吗？这个神的方法很奇妙很多时候神借着一些神允许一些灾难发生，使家庭团结在一起。最近我的女儿这个因为她生下来的时候脑子生下来就有一个小瘤有个包包在那里，直到最近她开始非常痛，就忽然之间就开始抽筋那个两天之内抽筋抽8、9次，所以他一抽筋就翻白眼、吐白沫，咬到血都出来了，然后全身抽动30、40秒钟，然后就失去知觉。然后一天有这样的，2天就8、9次，算是蛮高的这个频率所以我们就马上去就送他进医院，然后教会也为他祷告，各教会界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差点就好像是感觉到他就抽到，如果有一天抽不能呼吸到就死翘翘了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他得到医治。当然是这个医生也就感谢主，这个医生帮他动手术，清除了他这个瘤之后呢，他的抽筋这个频率也减低了。然后当时你知道我在忙碌我的事情，我太太在忙碌她的事情，孩子们呢忙着去上学，然后各忙各的。那我的女儿呢也送上幼稚园，就家庭里面真的家变成因为好像说为主服侍，到最后呢好像各跑各的，各走各的，我们都在为神服侍。但是你知道，神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话，孩子在家里面，虽然我们有个很美好很漂亮的家，家具很漂亮，墙纸很漂亮，但是缺少了这个核心这个怎么凝聚力啊。因此当我的女儿头上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开始减少在工作上面的付出。我虽然减低收入，但是我认为我没有饿死，我认为我的孩子我的家庭非常重要的，因此使我把眼睛转回我的家中。而因此的话，我们整个家庭就团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很小心的，虽然女儿康复了，谁知道我太太又怀孕了。我们现在准备要生第5胎 ，OK， 第5胎，我太太41岁我们刚刚才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娃娃床啊，这个我们最小的老4已经是3岁半4岁了，不需要尿布，不需要什么奶瓶了，终于可以把它送掉给人家。我想，我这一生已经结束我的这个这个功能呢，我已经负责任了，对不对？谁知道再来一胎
OK， 我想这个辛苦的日子又要开始了。虽然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要养他们，这是背十字架，每天背十字架，背着他们走。OK， 所以呢，这个使我的心再次的归回在我的家中。我情愿牺牲工作，我情愿没有所谓的人眼中的成就，但是我要我的孩子们有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有父母亲在家里面，我们的心是这个重视他们的。OK， 好，没有人比父母亲更加了解孩子的需要，也没有人比父母跟兄弟姐妹对孩子有更大的影响。以前我讲过这个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老三随便养，老四没人养。我们现在老五，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养。OK， 但是的话，我就发现孩子们之间呢，我在家里面的孩子老大 OK， 目前是4个嘛以后出来5个。老大排斥老二，老二排斥老三，老三排斥老四，老二很喜欢老大，老三很喜欢老四，老幺很喜欢老三。OK， 他们人际关系，老三喜欢下面2个。OK， 老三老四，老二喜欢老大跟老幺。OK， 那么这个人际关系真的很复杂，你知道吗 ？OK， 所以的话，他们以后未来与人的人际关系社交的关系都是从家庭里面奠定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知道我在家里面所做的，真的会很大的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人品格的塑造。OK， 这里高维里牧师有一系列的一个系统，讲到这个孩子在几岁到几岁之间OK， 从0岁到6岁的话，请写下来第一个目标就是品格的训练，0岁到6岁之间神赐孩子有极大的信心的潜能。OK， 马太福音这里讲到马太福音18章第3节讲到，你们若不回转，变得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够进神的国度。就是有孩子那种信心，这里称为信心的潜能。其实这个蒙特梭利里面教这个什么，就是吸收性心智，他们有这种吸收的能力。OK， 你讲什么他都相信所以从出生到6岁，应当教导孩子哪一些是敬虔的品格的特征，跟他们实用的定义。你要以身作则，你要嘴巴要教导，你生命要活出来。OK， 因此你可以讲他们，告诉他们讲一些故事啊，伟人的故事啊，他们的品格的如何塑造啊，如何做一个有品格的人。OK， 6岁到12岁的话，第2个阶段就是学习不要同流合污。OK， 好，儿女到了12岁的时候呢，必须要知道如何不计代价，要有效的拒绝罪恶。好，学习讲这一句话，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哇，我听了非常感动。在国外有一个小女孩子，她家里面是这个父母亲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每天讲故事给她听，每天教导她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不是讨神喜悦的。就有一天，她呢就跟她同学们有一个这个睡衣的晚会。Pajama Party， OK， 穿着睡衣，他们聚在一起过夜嘛，小朋友们。那个房屋的主人，那个妈妈呢，就说我们来玩这个降临术好不好？当然就点个蜡烛，做了圆圈圈，手拉手，把死去的这个祖父的鬼魂叫回来，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游戏，他们不知道这是通灵，他们认为是好玩的游戏。当这个小女孩子听见他们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她立刻举手说，对不起，阿姨，我是基督徒，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我不能做这种事情。哇！当场全场都冷静下来，都不出声音了。结果这个妈妈说：“哇哦，这个小女孩子哪里有那么大的勇气讲这些话语？”后来他们就没有玩这个游戏之外，过了1个礼拜，这个房屋的主人就是这个妈妈，这个阿姨，跑去这个小女孩子所去的教会，说我倒真的想看看这个教会教导了哪一些原则，使这个小女孩子那么坚定在她的信仰上。 OK， 所以的话，教导你的孩子如何拒绝这个同流合污。有一次我在一间百货公司，在我帮我儿子买这个溜冰鞋的时候，那个售货员的这个员就在看那个星座，就问我儿子你是什么座啊？你是处女座的还是什么狮子座啊？我的大儿子看看这个售货人员就说
对不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相信这种东西的。然后他眼睛转过来看看我说，嘿，就验证好像我的儿子就好像爸爸，你看怎么样啊？哇，他那个动作一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平常所做的教导是很值得的。OK， 好，第3个阶段就是要灵里面刚强，从12岁到20岁之间，应用基本上面的生活的原则，当我们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婚姻、家庭、侍奉跟职业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得到明智的观念，有效的参考一些真善美的课程哈。如果你去上这个真善美课程的话，那里面内容解释的非常清楚，它有一套的系统，如何教导你孩子在品格上面有卓越的品格。OK， 你知道吗？12岁到20岁之间，也是孩子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今天你在6岁到12岁之间没有撒种栽种，花时间投资在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没有把神的原则教导进去的话，从12岁到20岁之间，你将会收割他们的叛逆，他们的不满就在这个时候会爆发出来。OK， 第4个阶段就是基本的技能了。这个时候从20岁以上，因为奠定了一个信仰的基础，然后开始学习这个美好的品格之后，再加上他的技能，因此他在社会当中就成为一个可以贡献社会的人，而不是社会的负担。 OK， 好，家庭第一个功能刚刚就讲到，就是教导中心。第2个家庭的功能就是接待中心。一个基督徒在财务上面最好的投资，就是在投资在人的生命当中。哇哦，我们常常讲投资，但是神你知道上了天堂之后，我们所有金钱都留在地上，唯有能够带走的就是这些灵魂。因此的话，我们要神用金钱来使我们得到我们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传福音给这些迷失的人。你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我看到我这个有个亲戚他在我还没成为基督徒以前，在他家里面他有个查经班。那个时候查经班开始升到了60人70人的时候，他实在装不下了，他就请这些人离开他的家，就去建立教会。因此他在别的地方又开始一个查经班，查经班又看50-60人了，他开始又请他们出去建立教会。OK， 所以的话，我看到这个家庭的生活，当时他有4个孩子，而且他们对吧，吃饭的时候又祷告，然后在家里非常团结，非常合一。而那个时候我的家庭的话，父母亲争吵啊，然后拿菜刀啊，开始打杀闹啊，整天就为了知道到底不知道老公爱不爱我，然后不知道妻子爱不爱我，然后爱来爱去不知道搞来搞去，然后都在猜测当中，在混乱当中但是我看到这个家庭，哇，父母亲那么和谐，孩子们那么愿意服侍神。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好羡慕这样子的家庭。现在神给我一个类似同样的家庭，因此使我心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 OK， 所以的话，家庭是一个接待中心，接待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宣教，我们布道，你知道吗？单身的时候你说你可以拼了老命去为神服侍，当你娶了妻子嫁了老公之后，你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你家庭顾好。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的第1年哇，好大的灾难，你知道吗？然后为了适应对方，难怪圣经当中第1年结婚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第1年结婚的新婚的人不需要去打仗。为什么呢？他有可能去打仗的话就死翘翘了，就没有后代了。 OK， 所以他们给你1年的时间去这个生养众多。 OK， 到1年之后的话，你就要去当军人了。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我觉得结婚的第1年，真的弟兄姐妹要好好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适应，这样子你就可以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坚固的基础。最怕就是你一结婚，两个都在服侍，对不对？你一结婚之后，男的弟兄服侍这个，女的姐妹也服侍这个了啊，到最后看你是谁啊搞不清楚。但是的话，如果你今天花1年的时间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了解，然后建立这个一起祷告的基础，建立你的家庭，
你知道后来我们结婚1年之后，我们就搬家搬到教会的旁边去住的时候，我们曾经做了个记录，1天之内有7个弟兄姐妹来了我们家，从早餐一直到宵夜 ，OK， 7个弟兄姐妹来我们家，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我们家好舒适啊，好安稳啊。然后一进来我们就开始祷告啊，我们开始讲圣经啊。我培养了一个很好的读经的计划，然后每天有读经的计划，每天在成长啊。我跟他们分享我所学的，他们开始来了，这真正的团契生活，你知道吗？不是说今天你自己已经干得不得了，你自己没时间读经，自己祷告，你自己的灵命已经开始崩溃了，你还要去传福音 ，OK， 你没有生命，所以的话就没办法传递出生命出来 ，OK， 所以非常强调这个接待中心，你必须要自己是个学习中心。好，第3个地方，这个是讲到家庭是一个手艺中心，家庭是个手艺中心。曾经有个故事就讲到这个有个家庭，他那个妈妈为了要帮助教会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她就开始做了沙拉。她的丈夫收入很少，因此不够钱就捐出给教会，但她非常希望帮助教会去传福音就扩展福音的工作。她就做了一些沙拉摆在那个超市去卖，谁知道一出去了，因为她很用心去做这个沙拉，这个东西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到最后她成为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沙拉公司。现在的话，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丈夫啊、妻子啊，都在这间公司里上班。为什么呢？主要的动机是她希望祝福神的国度，你知道吗？先求神的国度跟他的义，一切都会供应给我们的。Amen， 哇！所以找出人生的目的，神，你知道，如果今天凭了我自己个人的意愿的话，我喜欢单身啊，我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啊，我喜欢做顶客族啊，这个同居不生子啊，对不对？没有什么责任。但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哇，神改变我的心意，你知道吗？我这个时候觉得单身蛮孤独的虽然是18岁到21岁在5星级饭店里面做调酒的，但是感觉到回家，那时候还开了小跑车，头发留得长长的，给戴个太阳眼镜，但是回到家里面感觉到好像蛮孤独的、孤单的。我就跟神祷告，神啊，我蛮希望有一个伴侣，神就赐给我最好的助手、最好的伴侣。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就开始我们有避孕但是仍然还是生孩子，噼噼啪啪生出来所以我就发现一个男人呢，最大的喜乐就是能够为他的家庭做出牺牲他的家庭这样，所以现在我这个照顾我的家庭，不是说以后怎么样使我的名成为伟大，而是说神啊，我的孩子就像狼袋中的箭一样，你要怎么使用他们，你就使用他们吧。因此我把我的家庭当作一种事工，当作一种建立教会的基础 OK，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讲到，如果今天你一个家庭一对夫妻，请听着一对夫妻生12个小孩子，他的12个小孩子各生12个小孩子，在第5代里面你将会有27万人，哇，27马家军 OK 如果今天你是那个生6个孩子，然后每一个孩子生6个孩子的话，你都会有10几万，第5代10几万人。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今天20岁结婚，20岁就生孩子了你40岁的时候，你的孩子就20岁；你60岁的时候呢，你的孙子就20岁；你80岁的时候呢，你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孩子就20岁。你可以，如果你身体真的好好的照顾，你100岁，你就可以开到5代同堂，就有10几万人了。哇，不得了！所以要建立这样的教会，你不需要去传福音，就生孩子就可以了 ，OK， 就建立大教会 ，OK。好，所以家庭是有那么大的潜能最后呢，我们要讲到家庭也是一个这个护理中心，就是照顾中心很多一个和谐的家庭能够增进家人的健康。一个充满爱心跟关怀的家庭能够减少疾病的痛苦，又能够使病人迅速的康复。那美国的一些养老院养老院，他们开始发现，如果在养老院里面布置的像家庭一样，可以让这些老人感觉到很温馨。
最近我听了个报道，他们说在养老院这个老人院里面，他们开始养猫啊、养狗啊、养小鸟啊，他们发现这有生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你知道吗？所以的话，其实最好的养老院就是自己的家庭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很可惜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我就不要讲别的国家好了，就讲台湾好了。因为这个房价的开始高涨哈，促使强迫夫妻2个人都要出去工作，因此夫妻2个工作的话，孩子没人带，孩子没人带，父母亲老了怎么办呢？就给这个父母在家里面带孩子好了 ，OK， 然后父母老之后呢，就养老院好了哈。孩子长大的话就这个无法无天，因为没人教嘛，或者费用带大的 ，OK， 因此的话到最后呢就是混乱 ，OK。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眼睛回归到家庭里面，家庭的重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OK， 家庭是一个侍奉中心，又是个护理中心。我们用家庭来延伸我们的服事。哇，这里有一系列的如何降低消费，并且改良生活的品质。这里有8个项目，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剩下30秒钟，没办法讲。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打电话去写信，或者去这个真善美的这个培基文教基金会购买这一本书，回家自己看。1天看1课，20天看20课，看完20课，你的生命会大大的被改变，而且你会看见你如何避免骗子，如何避免错误的原则，然后你会发现在金钱上面你怎么样子被神所祝福之后，你还可以仍然去经营神所给你的财物。 OK， 我们祝福各位看了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任何的问题，欢迎来信或者是传真打电话过来 ，OK， 然后我们就会尽快的跟你联络。好，我们下一个课程是要讲到什么呢？第15课，不计一切的代价，要选择好的名声，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如何得到个好名声呢？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说。OK， 拜拜。他的世界不错。